这只放屁把自己吓一跳的小熊，就是会辣手摧花的纪晓，因为他的行为和长相都憨里憨气的，也因此被大家叫做纪憨憨。纪晓是2019级的大班长，和自己的2个表妹乘风乘浪，并称太阳3巨头。因为纪莉妈妈生纪晓时墨水不太足，纪晓从小就是与众不同的灰白配色，再加上劈叉的小眼神很有喜感，于是他迅速红遍网络。当年的人气和现在的花花妹妹有一拼。小时候的纪晓是奶妈亲正的憨憨，别的小熊的叫声都是嘤嘤叫，而纪憨憨的叫声则是很粗犷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小伙伴们都喊他小灰毛，反正他很在意别人说他是灰色的。有一次，梅奶妈说他长得有点灰，都能把纪憨憨气出猪叫。微微是不是有点灰哦？对，微微有点灰，但是没灰那么凶。你咋子你？没碰你哈？而且奶妈每次给他量体温，都要使出洪荒之力，纪憨憨那是一点都不配合，使劲孤勇着，奶妈按都按不住，恨不得把奶妈的记录本都给吃了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嘛，哥哥。因为小时候的纪晓太能吃，体重严重超标，把秤压得滴滴响。奶爸宁愿相信是秤坏了，也不愿意承认是自己闺女太胖。纪憨憨和程浪的减肥日常更好笑。这天饲养员给了纪憨憨很多笋笋，但是隔壁的程浪却一根都没有。得意的纪憨憨拿着笋笋面对着程浪嘎嘎炫，把程浪急得转圈圈，但是憨憨还是自顾自地吃着，丝毫没有要给妹妹分享的意思。看不惯他臭显摆的程浪，上去就给了他一脚。然而第2天就风水轮流转了，这次换程浪拥有了很多笋笋，而且程浪是懂杀熊诛心的，在纪晓正好够不到的地方放了一根笋笋，自己吃饱之后就坐在角落舔手手。纪晓拼尽全力去够，但还是差了2公分，站在那里馋得直流口水，于是就跑去找程浪帮忙。程浪这回肯定不理他，假装听不到，继续舔手手。纪憨憨用行动告诉我们，什么叫出来混，迟早要还的。姐妹俩还曾同时看上了一根竹子，一熊薅着一头，互不相让。纪憨憨去挠妹妹的脸，程浪去咬姐姐的耳朵，就这样僵持了很久。纪晓率先出击，咬掉了一口竹子。正当他放松警惕时，竹子被程浪一把夺了过去。此时程浪满脸都写着得意，而纪憨憨则是一脸的不可置信。纪憨憨虽然憨，但他可以和亲妈粉无障碍交流。这天亲妈粉拿着画有憨憨的手机壳给他看，你看到我的手机壳上是你了吗？像，我也觉得他看到了啊，这个有点像你，也是，对，还点头给亲妈粉回应的那几下，真的是太聪明了。熊猫界的狐妹子果真是传男不传女，小小年纪的咸咸仔把奶妈、蕊蕊干妈还有粉丝们都给拿捏了。前2天神树屏下大雨，喜欢淋雨的咸咸仔又给粉丝们表演起了湿身诱惑，站起来扒着木桩展示他前凸后翘的好身材，而且这家伙还是实心的，淋了雨也丝毫没缩水。咸咸仔特别喜欢黏着奶妈，就连吃饭的时候都要和奶妈手拉手。如果看到奶妈和姐姐亲近，他就在一边捣乱，趴在奶妈的背上，让奶妈背背。奶妈实在是缠不了他，就一手抱着他，一手去给蕊蕊仔扶盆。但我们独立自强的蕊蕊仔最见不得狐妹子撒娇，喝完盆盆奶，叼着一根笋笋就走开了。还有一次是奶妈给梁小芝准备了盆盆奶，咸咸仔看到奶妈给姐姐扶着盆，却没有理自己，瞬间感觉盆盆奶都塞牙了，于是就给自己加了戏，用小脚轻轻推盆。奶妈立刻就心领神会了，赶紧端起咸咸仔的盆盆奶吹了吹。咱也不知道奶妈吹的这几口是不是仙气，反正咸咸仔喝着既不塞牙也不烫嘴了，这分明是在宣示主权，证明奶妈是自己的。咸咸仔给奶妈的情绪价值也是满满的。奶妈喜欢给熊孩子们各种打扮，给他们做很精致的花环，蕊蕊仔根本就不让戴，心想狐妹子才戴这玩意儿，本大王可不要。而咸咸仔则是老老实实戴着，把一旁的奶妈哄得老开心了。除了奶妈，其他饲养员咸咸仔也是一个都不放过。有一次他在玩毛毛虫玩具，结果这个小胖猪一不小心就把玩具做翻了，玩具还压在自己的身上。奶爸看到后赶紧跑过来把玩具扶起来放好，然后又把咸咸仔抱了上去。结果再次回到玩具上的咸咸仔心思根本就不在玩具上了，盯着奶爸走的方向看了几眼，然后就一头扎下去，再次摔了个熊仰马翻。他的意图真的很明显，就是让奶爸再来抱他。结果摔下来的咸咸仔发现奶爸并没有看到，于是就一溜烟跑到了奶爸的跟前，看着奶爸像是在说，奶爸奶爸，宝宝又摔下来了，赶紧再抱宝宝上去啊。咸咸仔就连会揪头套的太老爷也能轻松拿下，看着向自己扑来的小家伙，忍不住的把他团成熊猫球，抱着走员工通道回家了。蕊蕊干妈就更不用说了，现在被咸咸仔迷得5迷3道的，已经分不清哪个是自己亲生的了，把自己闺女从树杈上揪下来，
自己坐上去和咸咸仔亲亲又抱抱的。虫洞的鱼可也是万万没想到，这么小众的赛道竟然还那么拥挤。盘点国宝大熊猫的坑爹名场面，别看胖妍看到美女时就一脸便宜样，坑起奶爸来那可从不手软。不仅在雪中边吃枯树枝边叹气，还在冰天雪地的寒冬腊月天洗冰水澡，吃洗定水冻成的冰块，把奶爸吓得赶紧在网上澄清。他又要去玩冰去了，我真服了。这真的是要让我死网上吗？我给你放个悲催点的音乐吗？生怕晚一步就被灵岩挂到了网上。如果不是看灵岩这膀大腰圆的体格子和像极了要临盆的小肚腩，以灵岩精湛的演技，估计真的会有网友被他演到。而他隔壁的麦麦也不是一只善良熊，之前就曾坐在冰天雪地里吃饭，看他落魄的样子，像极了一个流落街头的可怜虫。而这凄惨的镜头之外，就是喊他回家嗓子都喊哑的冤种奶爸。喂，快点，冷死了，回去都，快点乖，快点乖，回去吃水。麦麦最近又在直播间里公然吃自己挠掉的毛毛。栾动的奶爸因为这两个活爹搞事情而到处澄清，而这两个逆子心里也犯嘀咕，这个爹可真难杀呀。勇勇的头号大胖闺女囡囡也是一个小戏精，因为囡囡实在太胖了，奶爸为了她的健康起见，计划帮她节食减肥，结果刚3秒没进食的囡姐就来啃地上的青苔，捡地上的树叶吃，甚至扑通一下就跪到了门口向奶爸讨要食物。这操作把奶爸吓得直哆嗦，姑奶奶我给你吃的还不行吗？而海底捞家大公子捞捞就更搞笑了，明明从来也不缺他吃的，但他吃饭的速度就像开了5倍速，花花吃一根笋笋的时间，估计他都能吃5根。因为在直播间里总会有人问他吃那么快是因为经常吃不饱吗？因此捞捞的吃饭速度就成了奶爸奶妈的困扰，经常在直播间里澄清。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你澄清，老了，我每天都在澄清。估计捞捞之所以吃得快，是怕隔壁总爱砸门的月亮抢他吃的吧？月亮把门砸得越响，捞捞吃的就越快，内心 OS 快点吃快点吃，隔壁的恶婆娘要来抢我吃的了。而在上海野生动物园的雪宝也是有800个心眼子，因为奶爸从小就训练他的后肢力量，所以他能站立的时间长达半分钟以上，而且只要吃的管够，感觉他能跟着奶爸绕场1周。但这天雪大头站着站着突然就跪下了，而且还是双膝下跪，这操作把饲养员吓得赶紧蹲下。奶爸这会儿估计都想给这个活爹磕一个了。而和雪宝同样坑爹的还有曾经的倾城霸王蔓越莓。我们的国宝古灵精怪的样子真的太可爱了，希望每个毛孩子都能遇到疼爱自己的饲养员，也希望所有真心对待毛孩子的饲养员都能被友好对待。你不要过来啊！蕊蕊真不愧是90后妈妈带娃的真实写照啊！因为蕊蕊自己还是一个6岁多的大宝宝，她的很多行为都特别可爱，有时候和娃玩的飞起，有时候又特别想摆烂。这天蕊蕊不想带娃，只想坐在门口躲个清静，结果咸咸仔这个年熊精又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来了，吓得蕊蕊躲进门洞，甚至还捂上了眼睛，心想看不见我看不见我，快走开，我这会儿可不想带娃。还有一次咸咸仔把蕊蕊黏得有些崩溃，看到咸咸仔走过来就战术性的后退，还将头埋得低低的，可咸咸仔还是不走，把蕊蕊气得直跳脚，但还是没舍得打孩子，扒拉了2下就走开了。蕊蕊抢孩子的笋笋就更搞笑了，这天奶妈给咸咸仔2块笋笋，把内射的蕊蕊馋得口水直流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干儿子手里的吃的。等奶妈把蕊蕊放出来后，她第一件事就是走向咸咸仔，一把夺过来干儿子手里的笋笋，然后吃着一个还盯着另一个，没等手里的这个吃完，就把咸咸仔另一个也抢过来了，然后坐在那里一边吃一边用脚挡住咸咸仔，像是在说儿子这个会硌牙，妈妈帮你分担了。而另一次蕊蕊出来时，看到咸咸仔手里握着2个小小的竹笋，蕊蕊馋得舔舌头，但因为笋笋太小，在抢与不抢之间思考了一下，最终母爱战胜了馋虫，那么小的笋笋还不够塞牙缝，还是留着让儿子磨牙用吧。蕊蕊和孩子们抢玩具玩也是常有的事，这天蕊蕊仔在抱着小球玩，结果被妈妈夺了过去，蕊蕊双手抱着小球咬的那是一个起劲儿，还一边咬一边挡着来抢的闺女，甚至她还往一边挪了挪屁股，实在不耐烦闺女时，她还对着闺女嘟嘟囔囔，像是在说我生你养你那么累，玩玩你的玩具怎么了？结果最后蕊蕊把小球咬破了，手里抱着已经瘪了的球球，有些愧疚地望向孩子，感觉委屈的都快哭出来了。她有时候还会觉得抢孩子玩具没有玩孩子好玩，于是什么把孩子做成南瓜卷啊，把孩子当成摇摇车呀，这都是常有的事儿。当然蕊蕊母性还是很强的，她把2个孩子照顾得很好，有时候母爱泛滥到连孩子喝水都要盯着看，心想这么好看的孩子我有2个，你们没有吧？